古文明的教育从基石到传承。古文明的教育制度扎根于文化、社会结构和政治需求，具有鲜明的特色。古埃及注重官员、祭司和工匠的培养，注重实用技能和宗教知识。古希腊讲求身心并重，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，透过公共和私人教育体系培养思辨能力。古罗马则强调实用性，培养行政和军事能力，同时注重道德教育。中国古代教育则以儒家思想为基石，培养德才兼备的士人，透过科举制度挑选人才。这些古文明的教育体系旨在服务特定需求，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。近代教育的转变从知识灌输到全人发展。近代，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，教育开始转向全人发展和批判性思维的方向。19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自由思想和个人权利，引领教育体制从仅仅灌输知识，转向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公民意识。教育成为社会流动和个人提升的通道，不再仅仅是维持统治的工具。这一转变推动了教育改革，强调培养创造力、问题解决能力和人际关系。改革教育的运动追求平等和多元。20世纪，教育改革运动迅速蔓延，强调平等和多元。教育不应受到种族、性别和社会背景的限制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学习机会。这种观念推动了普及教育，并提倡多元教育，尊重不同的学习风格和能力。同时，教育也不再仅仅关注学科知识，更加强调培养生活技能、创新能力和社会参与。未来的展望，自主学习的新纪元。进入21世纪，人工智能的崛起为教育带来了新的可能性。个体可以自主地制定学习计划，通过网络获取知识，从而实现自主学习的理念。这种从下而上的学习模式能够更好地迎合个体需求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。然而，这也需要教育体制不断创新，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支持，确保个体能够选择有价值的资讯，培养批判性思维。启迪与未来，探索人类教育之路的转变与展望。这一篇章既是对过去的反思，也是对未来的探索。从古文明的教育到近代的转变，再到改革教育的运动和自主学习的展望，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教育起点。这是一个探索和实验的过程，我们需要共同努力，开启人类教育的新纪元，为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性。此生定能释怀，胸怀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历经山河几许。